就在维克兰特号航母刚过了1年服役时间之际呢，印度再次公布了重磅消息，计划再复制一艘航母。但是与其一艘不同啊，新航母的造价却翻了1倍。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根据此前的印度官方公布的信息，已经初步批准了3个大型本土项目，包括建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舰，外加97架光辉 Mark 1A 型战机，以及156架普拉昌德轻型战斗直升机。按照预定的计划，该3个项目将在今天所举行的会议上对其进行关键的必要性验收，属于是采购流程的第一步。而一旦获得 AON， 招标和商业谈判也将随即进行。然后这3项交易提交给内阁安全委员会进行最终的批准。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在这3个项目中，采购97架光辉 Mark 1A 型的成本大约为5500亿卢比，再加上2021年2月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签署的价值4689.8亿卢比的合同，所订购的83架此类飞机，该型号的总采购数就达到了180架，这对于增加印度空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至于新采购的156架普拉昌德直升机，是计划分给印度陆军90架，印度空军66架，进而增强其在高海拔地区执行进攻任务的能力，总价值约为4500亿卢比。然后就是最重要的新航母，按照这次计划呢，它将是维克兰特号的姊妹舰，同样呢会在科钦造船厂建造。只不过不同于维克兰特号总建造经费的2000亿卢比，新航母将耗资约4000亿卢比，整整翻了1倍，预计需要花费8到10年时间。而这就很有意思了啊！既然说是维克兰特号的姊妹舰，新航母的造价为什么又那么高呢？是不是意味着会对新航母进行重新设计？关于印度会不会对新航母进行重新设计，大兵认为可能性非常大。毕竟由于维克兰特号设计的时间比较早，建造到服役中间经过了10几年，这也就到了该航母的许多设计，以现今的目光来看呢，都是存在问题的。就比如说维克兰特号的甲板设计，由于其采用了因循守旧的斜角复飞跑道设计，使其不利于获得极致的高海况复飞安全性，也不符合斜角甲板起降复飞互不干扰的发明初衷，可谓是两边不讨好。其实呢，既然印度海军已经放弃了同时起降的循环作业，采用全甲板攻击思路设计航母，就应该采用同样无法同时起降，但更有利于全甲板攻击的直通式平行降落复飞跑道设计。但是印度呢，却并未这样做，依然采用了保守的斜角跑道。如果像英国的女王级航母一样，改用合适全甲板攻击的平行直通跑道，让起飞通道和复飞通道完全重合，共用一个起降复飞通道，就能获得接近260米的最远起飞距离和降落复飞距离，以及更强的全甲板攻击能力。要知道，女王级在全甲板攻击模式下，甲板最大停机数量甚至能接近福特号，同时也不妨碍保留印度航母传统的倾斜长点起飞通道。因此，直通式降落复飞跑道才是中小型航母的最佳选择。对于满排5万吨以下的小型航母，斜角甲板有的优势，平行直通、轴线直通甲板都有，同时还能避开斜角甲板的缺陷。前者完全能在左舷或者右舷设置一条不干扰降落复飞的弹射起飞通道，或者设置数条停机蓄力状态、不干扰降落的滑跃起飞通道。哪怕是起降复飞工作同时进行时，都能获得更多的战机、发动机热车位，起飞加速距离还能接近甲板全长，同时直通复飞跑道的加速距离也远长于斜角复飞，所以采用直通降落复飞跑道的航母无需高干舷，既可以获得更强的海况适应性。因此，如果印度的航母能更改飞行甲板的设计，采用平行直通、轴线直通式降落复飞跑道的航母，将比现在的维克兰特号更加强大。另外就是现今维克兰特号的建岛问题。
虽然说该航母的舰岛整体设计还不错，但是由于其将燃气轮机全部集中于舰体右舷中部，不利于分散战损风险，导致难以采用更合适航母的外漂进气和向海排烟，也导致无法采用抗浪、抗沉性更好的舰岛内部大型封闭式升降机。就比如说舰岛排气口所出生的高温废气团。虽然印度设计师一开始呢，其实也想让强红外特征废气团高于舰岛，但最终呢，还是决定改成低于舰岛。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反舰武器越来越智能化了，所以高制排烟口对于反制导呢没有多少注意，因为排烟口和打击目标的距离难以保密，敌方很容易推算。然后将参数录入红外反舰导弹制导系统，这样红外制导反舰导弹就会瞄准红外特征最强的区域下方的舰体，让废气团高于舰岛，反而可能更方便智能红外反舰弹锁定。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不清楚其实维克兰特号的舰岛和舰体其实是由不同的团队设计的。由于舰体设计人员选择了不利于抗战损的集中布置动力方案，导致舰岛设计工作只能在燃气轮机集中布置在舰体中部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舰岛设计人员无权决定是否改变燃气轮机的位置，因此进气道和烟道的位置也没有办法随便改。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一开始印度海军为维克兰特号设定的作战环境就几乎不可能出现航母两舷都受到攻击的情况，因此呢，右舷低置排烟口反而能让舰岛遮蔽高温废气，降低左舷方向的红外特征。后盾正面朝向左后，所以排烟口呢其实是躲在后盾正面后的，能在母舰撤退过程中遮蔽高温废气团。看到这里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既然如此，让燃气轮机改用适合有外漂甲板的航母向海面排烟设计，岂不是更能降低红外特征？但该设计的问题是维克兰特号的燃气轮机机组是日常主要动力，不像征燃、核燃联合动力舰船那样，能用高温废气帮助锅炉、反应堆烧水降低排气温度，需要经常持续排放大量的高温废气。因为燃气轮机集中中置，排气道呢只能设在2个升降通道之间，如果向海面排气，那么高温烟气就难免会向后熏到开放式升降通道，进而影响到舰载机的升降作业。因此现在的舰岛右侧倾斜低置排烟口就是负责舰岛设计的意大利造舰人给出的最优解。其实如果维克兰特号的舰体设计人员足够大胆，愿意去尝试超越和实践勇敢维克兰特号的设计，应该还有另一种更优选择，那就是放弃舰岛排烟，取消舰岛前后2台小升降机，将2组燃气轮机呢分散到舰岛前后外漂内布置，从舷侧进气向海面排气，前组呢甚至能做到迎风进气。同时呢，将舰岛改为桥式舰岛，在舰岛内部设置1台大型半封闭式升降机，不仅能够避免烟熏，提升海况适应性，还可以规避该航母现有升降机只升降长宽不超过米格 29K 战机的尴尬状态。由于进气和排烟通道不在舰岛内，舰岛呢就能在维持长宽比不变的前提下，适度缩短缩窄，增加甲板面积。取消侧开机库门后，可以提高具备水密作用的舱壁甲板高度，增强抗浪性和抗沉性。而以上这些设计的改变呢，新航母其实都可以考虑，不然花费4000亿卢比就只是为了再建造一艘维克兰特号吗？而在航母设计解决之后，印度呢就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新航母的舰载机。首先大家要清楚，这次计划中提到的采购97架光辉战机和156架攻击直升机，并不是舰载版本，而是用来增强印度空军和陆军实力的。那么这样一来，未来新航母舰载机又该用什么呢？虽然说此前印度海军采购了45架米格 29K 用于维克兰特号航母，并且一直计划在采购26架法国版的舰载版阵风战机，但是考虑到近几年印度一直提倡的国产化舰载版光辉战机，应该还是印度的首选。但是光辉上舰却面临着许多问题。虽然在今年2月份，印度航空航天国防公报网站向外发布了一条震惊各界的消息，内容显示呢，印海军改进后的光辉战机和米格 29K 舰载机已经在维克兰特号航母上完成了期间测试。但懂行的朋友却能从这次起降中发现不少的端倪。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光辉的起飞过程，它的起飞点呢，差不多延伸到了舰岛中部。我们再对比一下维克兰特号航母甲板分布图，相信各位就应该能够看出很多问题了。首先从视频中的相对位置看，光辉的起飞位置就在舰岛后方，差不多位于第一道拦阻索的位置，也就是舰岛后方的升降期区域。而这个位置的起飞距离呢，大约为206米。大家要知道啊，这还是在光辉空载的情况下着陆于维克兰特号航母上。现在空载起飞还需要最长的206米的跑道，这个距离呢，一般是起飞重型战机的。对于10多吨的空载小飞机来说，未免有些太长了。不仅如此，除了起降距离之外，光辉的机体还超重了。虽然实际的复合材料使用率达到了45%，但诡异的是，原本应该能极大降低战斗机重量的光辉，反而超重了。在印度最初的设计中，该机的空重应该是在5.5吨左右，实际呢却高达6.9吨。而更让印度绝望的是光辉的机体强度严重不足，原本设计指标为9G 的过载，在实际测试中却连6G 都没达到，根本无法与其他高机动性能战机做比较，只能老老实实的完成起降任务。不仅如此，光辉还面临着机体强度和气动布局的问题，其展舷比只有 1.79， 而所谓的展舷比呢，就是机翼翼展和平均几何弦之比。虽然说展舷比越小越适合高速，但问题是展舷比越低，机动性就越差。而现今主流战机的展舷比一般都在 3.5 左右，就算是最小的台风战机，它的展舷比也有 2.4， 而且台风呢有着压翼的辅助，能与主机翼耦合的涡流增生效应明显。与之相比呢，光辉的设计是无尾三角翼布局，并没有压翼，展舷比呢只有 1.79 的情况下，它的机动性可能并不理想。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小展舷比的飞机往往进行亚音速巡航时表现都不好，再加上光辉三角翼诱导阻力较大，影响了飞机的稳定盘旋能力。因此，若让光辉去执行截击机的任务还好说，但作为舰载机就有些不合适了。以上种种原因呢，最终导致印度海军都没有选择自家的产品，而是重新采购了外国货。不过在被自家海军嫌弃之后呢，斯坦航空却并未放弃让光辉上舰的想法，反而直接提出了双发光辉战机的方案。就在今年的5月31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允许通用电气公司和印度企业联合制造印军战机所需要的发动机。这次合作中的一些细节宣称是要制造通用电气开发的 F414 涡扇发动机，而在此之前，印度早在2010年就曾将 F414 作为光辉的备选发动机。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双发方案并不是最近才提出的，而是早在2020年就提出了。当时为了扩大光辉战机的全面性，斯坦航空决定在光辉单发发动机的基础上再额外增加一个发动机，旨在为印海军推出全新的舰载版战斗机。根据该公司的计划，如果顺利进行的话，那么从2020年开始算起，未来12年内，也就是2032年之前，双发光辉就将取代俄制米格 29K， 成为印海军维克拉玛迪亚号和维克兰特号航母上的主力战机。而根据现今的资料显示，双发的光辉战机在采用了美制 F414 发动机，能进一步提高双发光辉的航程和载荷，而2具 F414 所提供的强大推力也将极大提高该型战机在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等低纬度海域这些高潮湿气候下飞行的安全性。这对时不时就摔机的印军来说呢，是极为重要的。而机身设计方面，双发版光辉将变为可折叠机翼，以此节省上舰空间。同时呢，双发版的总重量将达到23吨，比现有光辉的 MK1 型高出10吨左右，机体大小也将与现今的米格 29K 相当，设计有效载荷约为9吨，极限速度约为 1.6 马赫。另外，根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的消息，双发光辉的原型机整体设计和研发费用大概在18亿美元，单价采购费用呢约为7800万，与印度向法国购买的阵风战机要便宜很多了。根据计划，从开始提供资金起6年内，有希望完成双发版原型机的设计与制造。不仅如此，根据不确定的消息，双发 F414 发动机的光辉还有可能呢是双发 DSI 进气道、翼尖挂架、压式布局的舰载机，而且有着宝型油箱、大后掠小展舷比三角翼。
可以说，在双发板的设计方案中，光辉除了没有隐身能力外，几乎使用了所有的前沿技术。只不过大家应该都清楚，使用的先进技术越多，也势必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仅以大兵的角度来看，印度这一改造计划有些太过理想了，存在着很大的技术风险。重要的是，目前世界上各大主流国家基本都已经进入了4代加5代机的时代，而印度的光辉系列战机，就算是光辉 Mk2 型，也需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量产。双发板光辉则是要等到2032年左右了，到时候说不定已经是5代机横行、6代机称霸的时代了。作为4代机的光辉将再次落伍，也不知道印度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总结来说呢，虽然这次印度宣称新航母是维克兰特号的复制品，但从它的造价就能看出，其设计上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对此，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